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少爷兵，欢迎来到讲解 SCGM 的第2集。上一次我们聊 SCGM 的时候，新冠疫情都还没蔓延到马来西亚呢 ，SCGM 也刚搬迁到新厂房，然后刚刚开始了研发塑胶面罩，不知不觉1年多就过去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看一看 SCGM 的业务究竟发展到怎么样了。其实，在疫情期间大部分的商家都受到了严重打击。但是还是有小部分商家是受惠的，例如医疗领域的手套行业、保健品制造商、疫苗制造商，或者是外卖行业的业者，比如 Grab、Foodpanda、Lalamove、AirAsia Food 等等。但是除了这些行业以外 ，SCGM 这家制造和销售食品和饮料塑料包装的公司，也是疫情时期的受惠者之一。这是因为在马来西亚政府实施了一堆 MCO 期间，禁止跨州跨县和堂食的人只可以去打包或叫外卖，而这些食物就是需要塑料包装来充当容器，所以这期间 SCGM 的业绩增长也并不奇怪。SCGM 也趁着这个上升趋势，在2021年3月29日宣布有意投资2000万令吉的资本支出来购买挤压和成型机器，以扩大其食品包装的生产能力。除此以外，在疫情期间的 SCGM 也看到了个人防护设备的商机，在制造面罩之余，同时也进军口罩业，生产自家品牌的 Benson 口罩，而且也在2020年10月获得了美国 FDA 的认证，可以出口至美国市场。目前公司已经将口罩制造机器增加到6台，每个月可以生产高达720万只口罩。业务发展到似乎真的很不错的样子。那现在我们去看看最新的季度报表，看看有什么可以发现的。SCGM 在2022年第1季度的损益表显示，营业额从去年的5722万令吉增加了大约21%至6930万令吉。净盈利则从去年的827万令吉微涨了0.3%至829万令吉。营业额的上涨主要是由于本地和出口销售额增加所致。季报中也有显示，本地和出口销售额分别占据了总营业额的32%和68%，而且比起去年同季也分别增长了30.3%和5.5%。取得如此好的表现，是因为食品和饮料包装的交付量增加了，以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市场的口罩的销售和分销量增加的缘故。至于净盈利的微升，则是因为这季度的较高税收支出，所以净盈利被削弱了不少。资产负债表方面，公司的总资产比起3个月前增加了1.68%至3亿1182万令吉。从表中可以看到，公司的非流动资产和流动资产都没有太大的变动，只有其现金和银行余额有比较大的增幅，上涨了接近30%左右。另一方面，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则没有多大变动的，还是处于1亿1700万令吉左右。从表中可以了解到，公司的非流动负债和流动负债同样也没有很大变动。比较需要留意的部分就是公司跟银行的贷款，总共有接近7000万令吉左右。除此以外，公司的贸易应付账款也有增加的迹象，表示这公司拖欠供应商的账款增加了，也是需要多加注意。接下来我们看看公司的股东权益，未分配利润比3个月前增加了，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。这是因为派发股息就是来自于这项未分配利润，同时也证明这公司的经营状况处于良好水平。至于现金流表 ，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减少了33%至1302万令吉。从表中可以了解到，现金流入减少是因为库存量中有现金流出了，这相信是因为近期的树脂价格的上涨，导致到需要用到更多的现金来购买了。除此以外，应收款部分比起去年也显示这较少的现金流入量，所以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被抵消了不少。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出就增加了1倍左右，至276万令吉的现金流出。这是因为公司购置了更多的固定资产，也就是制造餐饮包装的机器。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出反而有点下降的，比去年同季减少了29% 左右，至637万令吉。从表中可以看到，公司去年同季有偿还一笔短期贷款，而今年却没有，所以导致今年的现金流出减少了。看完公司的季报后，感觉跟1年多以前我开始研究时比较起来进步了非常多。无论是手中的现金、银行贷款、未分配利润都管理得井井有条，我个人是觉得非常满意的。
至于业务方面，随着疫情改变了人们的卫生意识，许多的餐饮供应商和消费者都增加了对食品安全的重视，进而设下了更高的卫生标准。不仅如此，根据马来西亚的塑胶厂商工会 MPMA 的数据显示，预计今年的在线餐饮外卖市场将达到11亿令吉，并会以15.4% 的年均复合增长率增长至2024年的17亿令吉。再加上许多消费者也偏爱外卖和即食食品包装的方便性，相信 SCGM 的餐饮包装业务可以持续获得不错的订单。不过另一点值得思考的就是 SCGM 刚刚进军不久的口罩和面罩业务，毕竟这些设备都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才会被需要。疫情结束后，又会有谁喜欢无时无刻戴着口罩和面罩呢？对吧？所以可能会无法长期持续发展下去。但是最后还是要取决于新冠疫情啦，因为目前没有人知道疫情究竟几时才能真正结束。还有股价方面是如何呢？ SCGM 的股价似乎在抵达历史新高的3令吉80线后就开始进入回调期了，而经过回调后，目前已经恢复了上涨趋势。各位观众，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好啦，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。喜欢我这次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。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，也欢迎订阅我，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